1995年12月31日，大连市前任政协副主席的苏峰因病去世。临终前，他向党组织提出了唯一一个要求：苏峰这个名字是骗敌人的，请组织一定要把我的名字改回陶万荣。陶万荣究竟是谁？他为何要执意改回原来的名字呢？大家好，欢迎走进历史时光。今天的故事，我将为你讲述巾帼英雄陶万荣的故事。飒爽英姿无尺枪，曙光初照眼冰长。中华儿女多奇志，不爱红装爱武装。在我军历史上，有无数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，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杰出贡献。陶万荣就是其中之一。他是徐向前口中的假小子，是红军中的穆桂英，也是主席口中的黄毛丫头。1916年，陶万荣出生于湖北麻城县城马岗的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。在那个晚清覆灭、军阀混战的年代，老百姓过得苦不堪言，陶万荣一家也不例外。为了能解决全家人的温饱，无奈之下，陶万荣和姐姐被送去做了童养媳。麻城县可不简单，作为黄麻起义的发源地，在革命思想刚传入县城之后，当地人们纷纷投入其中，陶万荣的父母亲人也在其中，这给年仅10岁的陶万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1929年，年仅13岁的陶万荣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成为了称马区儿童团团长。1930年春，陶万荣被调任麻城县委工作，正式加入红军。这一走，他再也没见过自己的亲人，亲人相继牺牲在革命的道路上，这也更加坚定了他革命的信念。在正式成为红军后，陶万荣被安排到无线电培训班学习。为了能胜任这个工作，他争分夺秒、不分昼夜的学习，最终以第1名的成绩成为了红军中最早一批女报务员。到了1932年，由于第4次反围剿的失利，红四方面军被迫放弃了鄂豫皖西征到四川。在途中，他见识到了许多穷苦的妇女深受封建礼教的迫害，这让陶万荣想起了自己儿时的经历。于是他创作了《劝郎回头》、成立川陕苏维埃等脍炙人口的节目。在这些节目的打动下，当地许多妇女幡然醒悟，纷纷冲破封建枷锁，自愿加入到红军队伍当中。这就是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的由来。陶万荣则被任命为独立营营长，此时的他年仅17岁。在独立营中，清一色的都是女兵，尽管她们都是女兵，但训练强度丝毫不弱于男兵。因为女性力气天生不如男性，所以陶万荣便常常带领队员加班训练。先天的条件不能改变，那么就用后天的努力来弥补。1933年2月，川陕边区田颂尧以近6万的兵力，兵分3路进攻川陕苏区，红四方面军只能慢慢撤退，逐步作战。陶万荣当时刚好带领了独立营运送物资，当他遇到敌人一个团时，立刻率部隐蔽，抓住敌人松懈的时机，秘密将对方包抄。在敌人发现时，已经被完全包围，于是只好缴械投降。就这样，在陶万荣的指挥下，独立营不费一兵一卒就解决掉了敌人一个团的兵力。妇女独立营出其不意的战果让所有人都感到欣喜。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，这次缴获的装备无需上交，全部用来装备独立营。1933年9月，妇女独立营被分散到了兵工厂、工兵营、医院、工农剧团。为了隐瞒身份，陶万荣改名苏峰，调到了新剧团任团长。不久后，苏峰又被调任川陕省妇女部秘书和川陕苏维埃代表。到了1934年3月，为了反击刘江的6路围攻，以妇女独立营为基础，扩编为团级，下辖3个营，1000余人。苏峰任参谋长兼一营营长。妇女独立团担任着抢救伤员、运送物资的任务，他们经常和男同志一样工作战斗。1935年6月，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成功会师。为庆祝会师成功，我党决定召开庆祝大会。作为宣传队长的陶万荣在庆祝大会上放声高歌，高昂的歌声再加上激动人心的歌词，让台下的领导和士兵频频叫好，也让大家看到了陶万荣的另一面，不仅能带枪打仗，还是个唱歌好听的同志。庆祝大会结束后，毛主席前往后台看望演员，在来到陶万荣面前时，毛主席亲切地夸赞他人长得漂亮，歌唱的也好听。徐向前向毛主席介绍说，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假小子，不仅会唱歌，打仗也很勇猛呢。这下倒是让毛主席吃惊了，看着小小年纪的陶万荣，更加欣赏地说道，你年纪轻轻会唱歌，
车又能打仗，这多好啊！今后我就叫你黄毛丫头了。会师结束后，陶万荣跟着部队踏上了长征的步伐。期间，陶万荣还给毛主席做了一顿饭，令毛主席印象十分深刻。一直到许多年后，毛主席仍然无法忘记对这个20岁的黄毛丫头。朱老总非常重视，在长征途中，陶万荣生了一场大病，眼看就要坚持不下去了，还是康克清给他一口一口的喂药，这才成功坚持到最后。也正是这段时间的经历，让陶万荣和朱老总与毛主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。在当初长征胜利后，陶万荣并没有选择留守后方，而是带着女兵再度踏上征程，与敌人展开一场又一场激烈的战斗。在一次战斗中，他和女兵被敌人抓住，关进了监狱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们遭受了敌人的各种拷打，但陶万荣自始至终都没有屈服。直到抗日战争结束，国共合作后，他才被周总理营救，再次回到延安。之后，他又跟着部队四处作战，直到新中国成立。1954年5月，朱老总、康克清夫妇路过沈阳时，还曾专门去看望过陶万荣。到了1958年，毛主席临时决定到沈阳军区视察，他知道陶万荣就在沈阳工作，于是指名道姓要见一见那个黄毛丫头，吃他做的饭，回忆一下长征时候的味道。于是沈阳军区代理司令邓华立即让陶万荣接来。在陶万荣的一阵忙活后，午饭终于做好了。毛主席吃过后说道：“一切都是熟悉的味道，并感慨道：苦尽甘来啊！”1993年的一天，陶万荣躺在病床上，忍痛用力写下了一段文字：“我们这些人没有虚度年华，我们过了几十年的战斗生活，豪迈的生活，为党、为国家、为人民，各自尽到了应尽的责任，做出了能够做出的贡献。我们对得起历史，也对得起将来。”1995年12月31日，陶万荣在大连病逝，临终前留下遗言：“我两手空空参加革命，清风两袖离开世界，能够留给党的只有7个孩子，希望他们为党多做工作。13岁参军，历经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与毛主席等人建立革命友谊，对得起历史，更无愧于未来。”短短11字，尽显大气磅礴。他用自己的一生努力，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所谓女中豪杰，无非就是如此吧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交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